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播客，我是你们的主播清新阳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扎心却又人人都绕不开的话题，学会拒绝却不感到内疚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朋友找你帮忙，明明自己手头已经忙得焦头烂额，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，话到嘴边却硬生生拐了个弯，变成了好的，我尽量。同事把额外的工作悄悄推到你桌上，哪怕那完全超出了你的职责范围，你盯着电脑屏幕上满屏的待办，还是不好意思说出那个不字。甚至家人提出的要求，哪怕违背了你的本心，打乱了你长期的规划，你也因为怕让他们失望，怕引发争执而勉强点头答应。我之前就有过一段长达大半年的老好人生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日子真的是把自己逼到了崩溃边缘。有一次周末，我提前1周就规划好了，要在家补觉，整理乱糟糟的房间，还要赶一篇拖了很久的文案。结果周六早上8点多，朋友突然打来电话，语气急促地说他临时要搬家，找了一圈人都没人有空，让我务必过去搭把手。我当时其实特别累，前1周连续加班了4个晚上，每天只睡5-6个小时，脑子里还晕乎乎的。但我一想到朋友搬家确实是急事，又怕我拒绝了他会不高兴，觉得我不够仗义，犹豫了不到10秒就答应了。那天从上午9点忙到下午6点，搬衣柜、抬箱子、打扫新房间，全程几乎没歇过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浑身酸痛，连脱鞋的力气都快没了。不仅没休息好，文案也没赶出来，房间还是乱糟糟的。更让我难受的是，心里那种委屈又烦躁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我明明是帮了别人，却一点都不开心，反而满是懊悔。我为什么就不能勇敢地说一句我不行呢？后来我和身边的朋友聊起这件事，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和我一样陷入了不敢拒绝的困境。有个做设计的朋友说，同事总找他帮忙改图，哪怕是同事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只要说一句你做得比我好，帮个忙呗，他就不好意思拒绝。久而久之，同事们都默认了改图找他就行。他每天除了做自己的工作，还要处理一堆额外的改图需求，经常加班到深夜，身体垮了不说，还因为耽误了自己的项目进度，被领导约谈了好几次。还有个宝妈朋友，自从有了孩子之后，就成了小区里的万能阿姨。邻居找她帮忙接孩子，宝妈群里有人问她借婴儿用品，甚至有人让她帮忙代买奶粉、尿不湿，她从来都不好意思拒绝。有一次，他自己的孩子发烧了，正忙着喂药、物理降温，邻居又打电话让他帮忙接一下孩子，他居然还是答应了。抱着自己发烧的孩子，在小区门口等了邻居半个多小时。回来的时候，孩子体温又升高了，他抱着孩子一边哭一边自责，既怪自己不懂拒绝，又心疼孩子受了委屈。我们总觉得拒绝别人就意味着自私冷漠，就会破坏彼此的关系，就会让对方失望难过。所以宁愿自己受委屈扛压力，宁愿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也要硬着头皮答应。但久而久之，我们会发现，这种无底线的妥协和迁就，并没有换来我们期待中的真挚关系，反而让自己越来越疲惫，越来越压抑。我们会因为没做好自己的事而焦虑，会因为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而烦躁，甚至会因为长期压抑情绪，变得敏感易怒，陷入严重的自我内耗。更可怕的是，当你习惯了不拒绝，别人就会慢慢忽略你的感受，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他们不会觉得你是在迁就他们，反而会觉得你本来就愿意帮忙，你反正也有空。一旦你某天因为实在撑不住而拒绝一次，他们反而会觉得惊讶、不满，甚至会指责你变了不够意思。这种时候，你心里的内疚感会更加强烈，仿佛真的是自己做错了事情。其实啊，很多人都走进了一个误区，把拒绝和伤害画了等号，把善良和无底线画了等号。但实际上，拒绝并不是一件坏事，更不是一种伤害。他才明白，家人真正想要的不是你按照他们的期待生活，而是你能过得开心，过得幸福。所以我想说，面对家人，我们同样可以温柔而坚定地拒绝。我们可以试着和家人坦诚沟通，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，而不是一味的妥协。沟通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，不要和家人争吵，也不要指责他们。可以先肯定他们的心意，告诉他们你知道他们是为你好，然后再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规划，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打算，也有能力把自己的生活过好。比如家人让你回老家工作，你可以说，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想让我在身边安稳一点，不用担心我一个人在外面吃苦，但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工作，也想在外面闯一闯，积累一些经验。
我已经做好了规划，会好好照顾自己，也会经常回家看你们，希望你们能理解我。家人让你接受相亲，你可以说：爸妈，谢谢你们为我的终身大事操心。我知道你们是想让我早点找到幸福，但我想按照自己的节奏来，遇到合适的人自然会珍惜，不想勉强自己。你们放心，我会多留意，有好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们。虽然沟通的过程可能会有分歧，甚至会有争吵，但比起勉强自己活得不开心，真诚的沟通反而能让家人更了解你，慢慢接受你的选择。毕竟家人是最爱你的人，他们最终会尊重你的决定，只要你能过得幸福，过得开心。在这里，我还想提醒大家几个拒绝时的常见误区，避免大家走弯路。第一个误区，拒绝之后过度补偿。有些朋友拒绝别人之后，会因为内疚感，就想着下次加倍补偿对方。比如别人找你帮忙，你拒绝了，下次就主动找对方帮忙，或者给对方买礼物，请对方吃饭。这种过度补偿的行为会让对方觉得你之前的拒绝是在敷衍，也会让你自己陷入新的内耗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。拒绝是你的权利，你不需要因为拒绝而补偿任何人。第二个误区，用指责的语气拒绝。有些朋友为了坚定的拒绝，会用生硬、指责的语气说话，比如我没时间，你自己不会做吗？别找我，我可帮不了你。这种语气会伤害到对方的感情，让原本简单的拒绝变成一场冲突。拒绝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温和的态度，尊重对方的需求，同时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。第三个误区，因为一次拒绝失败就放弃建立边界。有些朋友第一次拒绝别人，结果对方不依不饶，或者关系出现了一些小摩擦，就觉得拒绝没用，然后又回到了之前的老样子，不敢再拒绝。其实建立边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，我们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。要相信，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，慢慢的，身边的人就会尊重我们的边界。最后，想对每一位正在努力学会拒绝的朋友说一句：不要害怕内疚，内疚感只是一种情绪，它会来也会走。不要因为这种情绪就放弃守护自己的边界，就委屈自己，消耗自己。我们这一生很短，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，就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，没有必要为了维系那些不值得的关系，就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慢慢来，一步一步的练习，一次一次的勇敢说出不。你会发现，你越来越能从容的拒绝，越来越能坦然的接受自己的选择，越来越能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你会明白，真正的自由是敢于拒绝自己不想要的，真正的强大是懂得守护自己的边界，真正的幸福是不被内疚裹挟，活得清醒而坚定，温柔而有力量。其实拒绝的本质不是伤害别人，而是放过自己。当你学会拒绝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时，你才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爱自己，去经营自己的生活，去拥抱那些真正值得的人和事。好了，本期播客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。如果你也有关于拒绝的小故事，或者在拒绝别人时遇到了困惑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分享。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也会在之后的播客里和大家一起探讨。愿我们都能学会拒绝，不被内疚裹挟，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自在，活得舒展，活得闪闪发光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